先是国际媒体报道，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周边。然而，仅仅数小时之后，又有媒体报道称，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已就和平交接权利进行谈判。总统加尼同意辞职，塔利班已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对于如此局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甚至将本次美军的撤离比作最新版的西贡时刻。阿富汗代防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周日在多名军人陪同下发布特别广播，声称阿富汗政府军致力守卫喀布尔，并将与国际武装合作。我向你们确认，喀布尔是安全的。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最新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总统府与塔利班就和平交接权利进行谈判，塔利班将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据悉，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前驻德大使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将被任命为过渡政府首脑。在喀布尔城内，许多民众正囤积食品和急救物资，在银行外排起长队，试图取出自己的存款。在市内的一处公园内，大批从阿富汗其他省份逃难而来的难民驻扎在这里，他们急需水和食物，生活条件堪忧。在喀布尔机场，不少民众选择尽快乘坐飞机离开阿富汗，值机柜台前挤满了大批等候的乘客。CNN 的报道称，机场贵宾通道人潮拥挤，其中包括多名总统加尼的助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随着近来阿富汗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当地办理签证的业务猛增，机票价格也在一路飙升。据了解，从喀布尔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机票，平时价格仅在400至800美元之间，而现在一张机票已经涨到了23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896元。面对塔利班的围攻，美英等西方国家加速组织使馆人员和侨民撤离。英国媒体报道，该国派出600名士兵撤离英国公民，英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周日晚撤离阿富汗。美国总统拜登也于周六发表声明称，保障美国及其盟友民众撤离的士兵将增至5000人。美国防部官员说，5000名美军中有1000人是新核准的增派力量，兵力将来自第82空降师，该旅级战斗队的另外2个营将部署到科威特做后备。另据俄新社报道，俄外交部亚洲司官员扎米尔·卡布卢夫周日表示，正密切关注阿富汗时局，寻求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商讨阿富汗危机。德国外长马斯周日发推宣布，德国驻阿大使馆已转移至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以方便人员撤离。美国现在的有序撤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死一个美国人的撤退。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心态就是我早点撤，我的体面撤军、有序撤军，就是我全撤出来，我不死人。这个跟他以前的想法是不一样。以前说还要建立一个什么政权，现在政权也不要了。拜登自己的话耐人寻味，而阿富汗政府军在美国还没有撤离的时候，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已经反映出来，就是目前老百姓也没有站在阿富汗政府这一边。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速度令外界感到震惊。就在周三，加尼还曾前往第4大城市北部巴尔赫尚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鼓励士气。当地军方誓言全力捍卫。然而，这个重镇3天后就被塔利班攻破。在周六的声明中，拜登特别强调，过去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训练和装备了30多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如果阿富汗军队不能或不会保住自己的国家，那么美国再驻军1年或5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一种毫无大国担当的做法遭到包括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谴责。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阿富汗局势的迅速崩溃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进一步质疑美国的信誉。同时，美国的盟友更加明白美国是靠不住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国会山日报》网站撰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重大失败都可以归咎于没有认清哪些事是美国无法改变的，这是傲慢自大、不理解美国力量局限性的结果。这带来了一系列代价高昂、意料之外的后果。在美国国内，共和党方面趁机对拜登政府展开一波又一波攻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甚至将本次美军的撤离比作最新版的西贡时刻。近半个世纪后，当美军的支奴干直升机飞临喀布尔的美国使馆，法新社就表示，这一幕仿佛西贡时刻的回声。这一次会让美国的很多小盟国寒心。你既然在阿富汗这样做了，你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做了，这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美国在盟国的威信、美国在世界所谓领导地位都是沉重的打击。
阿富汗的战局急转直下，政府军遭到了塔利班的沉重打击。就在美国在阿富汗铩羽而归之时，种种迹象表明，印度居然试图插手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就警告印度，不要试图在阿富汗扮演一个军事化的角色。印度与阿富汗有何利益联系？印度不顾自身实力想介入阿富汗局势，又有何地缘政治考虑？来看看报道。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周四参加了由卡塔尔方面召集旨在解决阿富汗危机的一个国际会议，参会者包括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印媒报道称，参会前印度方面强硬表态称，任何强行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印度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周四，印度人民党元老、前内阁部长斯瓦米博士还呼吁莫迪当局应出兵2万保护阿富汗。事实上，印度早已蠢蠢欲动，想要插手阿富汗问题。在美军即将撤离阿富汗之际，阿富汗政府当时不断对外求援，希望有国家可以为阿富汗提供军事支持。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印度。据报道，自7月10号以来，印度军队先后派出2架 C-17运输机，为阿富汗送去约80吨苏制122毫米炮弹。另外，有俄媒就曾透露，印度向阿富汗政府承诺，准备投入20万部队介入阿富汗局势，以彻底剿灭塔利班。印度呢，应该讲在阿富汗的利益，他认为的利益还是比较多啊。从地缘上呢，印度认为他在阿富汗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利益，比如讲呢，印度认为呢，阿富汗是印度可以通往中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啊。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印度的战略界也好，军方也好，安全机构也好，是非常看重阿富汗在印度所谓的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极力怂恿印度介入阿富汗局势。外界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底访问印度期间，盛赞印度对阿富汗稳定的贡献至关重要。他竭力渲染阿富汗局势变化可能对印度的影响，鼓动印度可以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直接怂恿印度向阿富汗出兵，但印方并未接茬。观察认为，美国撤离阿富汗后，急需新的力量来应对阿富汗的安全真空，而对美国亦步亦趋，并且在阿富汗有诸多利益的印度是美国最好的选择。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在布林肯出访新德里前夕表示，印度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对印方为解决阿富汗危机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欢迎。布林肯去印度访问了什么呢？外人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就是在布林肯看来，印度任何形式的加大对阿富汗介入，对美国而言都是值得欢迎。因为美国人要走，那么呢，他如果走了，一走了之，又担心阿富汗彻底崩盘，那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找一个人来接盘啊！显然，印度在阿富汗的周边国家中是和美国近2年的关系走得非常近的一个国家。所以讲，布林肯反复地强调呢，美国和印度之间呢，特别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也不断地忽悠啊，劝说印度呢，在包括安全事务在内的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好在呢，感觉印度的战略界还算比较的明智啊。针对美国方面所忽悠的印度向阿富汗派兵呢，应该讲到现在为止，印度官方表态非常谨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辛周六就表示，印度不应当试图在阿富汗扮演一个军事化的角色，这对他们没有好处。他称，阿富汗政府军在最近接收了一批外来武器装备，这些都是印度提供的。而在8月11号，阿富汗塔利班就缴获了2年前印度送给阿富汗军队的一架米35直升机。沙辛警告印度已经站在了阿富汗人民的对立面，印度应当已经看到了其他国家军事介入阿富汗后的最终命运，这对他们应当有所启发。事实上，国际社会对印度出手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并不看好。俄罗斯周3在卡塔尔召开专项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共同讨论阿富汗局势。一向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接触的印度就不在受邀名单之中。而就在今年3月份，同样也是关于阿富汗的局势问题，俄罗斯邀请了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同样把印度排除在外。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面对媒体质问解释称，印度与俄罗斯就阿富汗有定期接触，因此参不参加会议没有那么重要。而对于俄方为什么没邀请印度，俄罗斯特使卡布洛夫就直接表示，这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力不够，而受邀的中美巴都是能影响阿富汗冲突双方的国家，而印度仅对一方有影响。截至8月10号，印度已经关闭了所有在阿富汗的领事馆，只保留驻喀布尔的大使馆还在运作。印
印媒《印度斯坦时报》就评论称，印度的阿富汗政策可以用瘫痪一词来形容。某种程度上，印度在阿富汗事务上已经输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前脚刚撤走的美军，后脚又在拜登一指令下重回喀布尔。随着美国重新增兵阿富汗，您是如何来研判当前局势发展？是的，美西，阿富汗局势变化之快，让西方一众所谓专家大跌眼镜。拜登的高参们今年6月给出的研判是，加尼政府军起码能够撑半年。残酷的现实打了他们一记耳光。10天时间，塔利班兵锋直指首都。喀布尔无战事正在上演。讽刺的一幕是，美军经营10几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几天之后，这个基地又在一夜之间重新热闹了起来。现在研判阿富汗局势，其实只需要将目光聚焦在首都喀布尔就够了。哪怕是在美军尚未撤走的所谓和平时期，加尼政府与阿富汗各主要城市之间都是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军阀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与权力结构全凭美国的影响力在维系。当美国的总统先生去意已决，抽走了底部的一块积木，这座高楼就已然摇摇欲坠。塔利班所做的不过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在我看来，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这张牌桌垮了，手里有再好的牌也打不出去。拜登改弦更张，连夜下令增兵，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即将沦为孤城的喀布尔能够再多坚持几天，好让北约盟国滞留的民众与军人能够及时撤离。接到增兵命令的第82空降师旅级战斗队是一支没有重装备的快反力量，这意味着他们来得快，去的只会更快。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围绕喀布尔市区东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建立一个环形防御圈，因为这座居民两用机场将是喀布尔被塔利班包围之后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唯一交通港。这条3500米长的跑道将是这场从有序撤退恶化为全线溃退的撤军闹剧上演谢幕表演的最后舞台。当然，拜登去意已决，塔利班大概率不会在此刻添堵。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塔利班武装与美军共处一城的场面。另一方面呢，印度似乎对阿富汗局势展现出了高度关注，并非邻国的印度为何热心插手阿富汗局势呢？那在您看来，印度在阿富汗有抓手吗？印度对阿富汗局势展现出的所谓过度热心，在我看来有2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在巴基斯坦独立建国之前，印度与阿富汗确实是接壤的邻国。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阿富汗就被印度视为所谓传统势力范围，对邻国施加影响力，塑造与我有利的周边环境，是自诩所谓区域大国的印度一直在做的。其次，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角度上看，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与巴基斯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让印度自然而然地想要接近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喀布尔政权。事实上，印度也的确希望通过与阿富汗政府改善关系，在地缘上包夹巴基斯坦。但是问题来了，印度在阿富汗有抓手吗？学界有声音认为，印度在阿富汗完全是一个边缘角色。我倒是认为，印度还是有机会参与进去的，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因为阿富汗即将或者说正在发生粮食危机。阿富汗本就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加上连年干旱、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一直被严重耽误。过去10几年，阿富汗的粮食供给严重依赖对外采购，2大进口国，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印度。随着美国势力的全面淡出，加上中亚3个斯坦陆续关闭这个边境口岸，阿富汗国内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已经拉满了。此刻的阿富汗局势，正如鲁迅的那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如何让人民从连年的战祸中走出来，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成了首要关键。因此印度要想在阿富汗这一轮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中抓到新的抓手，就得认真思考如何解决阿富汗人民最迫切的需求，而不是用 C-17运输机给兵败如山倒的政府军意思意思送去几吨炮弹。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进献了御串料。当天还有菅义伟内阁的3位阁僚前往参拜。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于8月15号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周日，向靖国神社进献了御串料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当日是在东京都日本武道馆参加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并致辞。菅义伟称，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一直走在珍视和平的国家道路上，我们绝不能再重蹈战争覆辙，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这一信念。日本朝日新闻称，菅义伟在致辞中并没有提及日本对第2次世界大战的责任，致辞内容大部分沿用了安倍晋三历年在8月15日战败日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致辞时的说法。据朝日新闻介绍，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1993年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向以亚洲邻国为首的全世界的所有战争牺牲者和其家属表示衷心哀悼。自1993年以后，日本历届首相每年在致辞时都会提到日本对2战的责任。然而，在2013年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之后，这一传统被打破。截至今年，连续9年没有提及日本对2战的责任。那么，我特别注意到了菅义伟在他今天的这个致辞中呢，就没有提到受害者国家这些民众这么多人因为日本侵略战争死去的问题。那么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菅义伟内阁呢对于参拜靖国神社是持有支持态度的，尤其是对2战的性质问题，他做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这样的解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的日本，无论是在战争问题上面，还是在未来的战争问题上面，他是和我们持完全相反的态度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去这个总结第2次世界大战或者之前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的各种这个灾难。同时呢，在今后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还是要走过去的老路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在菅义伟发表相关言论的同一天，其3名内阁大臣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秋生田光一、世博相井上信治参拜了靖国神社。菅义伟自己也委托秘书向靖国神社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供奉了御串料。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小泉进次郎于早上8时05分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菅义伟内阁首位在815当天参拜的阁僚。这也是小泉担任环境大臣后连续第2年在战败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值得一提的是，小泉进次郎的父亲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在担任首相期间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日方涉靖国神社错误行径发表评论指出，今天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76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值得国际社会永远铭记。华春莹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2战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驻日使馆当天也严厉批驳了日方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月15日当天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卸任日本首相后，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去年9月19日，刚刚卸任3天的安倍在推特上称，当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向所谓英灵报告了退任首相的事。同年10月19日，安倍晋三又参拜靖国神社。2021年4月21日，安倍晋三再次参拜了正在举行春季例行大祭的靖国神社。除了在8月15日当天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也于周五参拜了靖国神社。
其中岸信夫是继前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于2016年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日本防卫大臣首次在任期间再次拜鬼，此举遭到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再次反映出日方对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我们要求日方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韩国外交部周五也表示，外交部亚太局局长李相烈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熊谷直树，对岸信夫参拜美化殖民掠夺和侵略罪行并安置战犯的靖国神社表达抗议。韩联社引述李相烈称，岸信夫此举有损两国互信，并敦促日本政治领袖以实际行动展现正视和反省历史的态度。其实翻阅资料可以发现，岸信夫不仅是日本现任防卫大臣，也是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和骨干。此前，岸信夫曾多次参拜过靖国神社，即使在去年的疫情严重期间，岸信夫依然不忘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在安倍家族或者很多日本政治家那里，战争是带来日本国家巨大的这个财富。安倍也好，或者他的亲弟弟岸信夫也好，他们希望通过战争呢，重新让日本获得一个新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我想，当下一次日本挑动发生局部战争，日本准备有一些动作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日本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的。不论是韩国的能力、中国能力，或者东南亚各国能力，在人力、在军工生产能力、在战略意图各方面，那么都很可能要大大的超过日本。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日本政府中5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首相菅义伟奉纳了香火钱。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亵渎历史的现象？梅西你好，过去30多年来，每逢日本2战战败日，日本政府官员总是蠢蠢欲动去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比较顺畅的时候，日本政客拜鬼的情况少一些；而在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政客拜鬼就多起来，关节也要高一些。今年日本与中韩关系都有点紧张，特别是日本公开叫嚣要协助美国防卫台湾，使得中韩对日本都有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客便以拜鬼为自己壮胆，以拜鬼来掩盖侵略战争历史，甚至把拜鬼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故意刺激这个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情绪。首相菅义伟在今天的追悼仪式上致辞，沿用了安倍晋三去年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概念，强调强化安全保障的决心，但是对战争的教训和对亚洲国家的这个侵略责任则避而不提。去年安倍的致辞也删除了历届首相强调的时刻反省历史和向亚洲受害国家道歉的词句。对于日本首相的战争历史态度和内阁大臣的拜鬼闹剧，中韩朝3国都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本切实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韩方则敦促日本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这日方才能够重拾周边国家的信任。朝鲜的日军信怒及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的声明更是直击要害。日本对过去的侵略历史丝毫没有负罪感，反而想恢复以亚洲盟主自居的昔日的地位，这显得更加的丧心病狂、轻举妄动。您刚才说到日本与周边国家矛盾加剧的时候，往往是日本政客拜鬼的密集期，这怎么说呢？在上世纪最后20年，日本和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经济，友好相处，那么政客拜鬼的现象不多。而到了小泉执政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到2006年，中日经济竞争和中韩经济竞争都是日趋激烈。到了2010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
小泉就任首相的时候呢，是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韩的这个强烈反对。2012年，日本进行所谓的这个国有化钓鱼岛，中日紧张加剧。那么，日本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呢，破了民主党的节律，参拜了靖国神社，55名国会议员一起参拜。但当时的首相这个野田佳彦呢，这个维持了认罪的立场，承认日本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日本呢将深刻反省。到了2013年，安倍上台，他呢参拜了靖国神社。那么直到去年呀，这个中日关系是再度的紧张，日本政客拜鬼的现象也多了起来。这个安倍呢刚刚辞去首相职务就去拜鬼了，今年呢安倍也是再次拜鬼。所以啊，这个日本政客参拜这个靖国神社的层级和密度，那么早已成为这个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温度计。而日本政客的错误举动，也是这个国家呢迟迟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原因。日本不是总要喊着要正常化吗？那么这样一个屡屡亵渎历史正义的国家，能够正常吗？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美国背后涉台小动作又密集出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近日与立陶宛外长通话，为立陶宛出头，抹黑中国。而美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近期密集会见民进党当局高层，鼓吹推进美台关系。分析认为，美国频打台湾牌，无异于一场危险的豪赌，其结果势必是既害人更害己。美国国务院官网当地时间周五发布声明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当天与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进行通话。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通话中重点提及了中国。舍曼还宣称，对于立陶宛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所受到的压力，美国重申对立陶宛的支持。舍曼声称，美国坚决与北约盟友以及欧洲伙伴立陶宛团结在一起，也包括与立陶宛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中国大陆近期对于立陶宛决定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采取的所谓胁迫行为。事实上，舍曼和兰斯伯格斯通话中所声称的中方胁迫行为，完全是倒打一耙。立陶宛政府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于8月10号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随后，立陶宛外交部对中方举动表示遗憾，还一方面辩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方面宣称决心发展同台湾的互利关系。欧盟对外行动署则声称，欧盟成员国同台湾互设代表处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对于这种说辞，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号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据法新社周四透露，立陶宛驻华大使戴安娜·米凯维切涅刚到北京隔离，就已被通知打道回府。多国媒体都分析认为，立陶宛反华背后是美国的操纵。此前，立陶宛放行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美国国务院就曾表示赞赏，而美也曾在各种场合威胁台所剩不多的所谓邦交对象，如其抛弃台当局与大陆建交，将面临美方制裁。中国于1991年与立陶宛建交。在随后的30年间，立陶宛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中立两国关系曾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然而，随着美国近年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的围堵政策，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的立陶宛对华政策也转趋激进，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大。尤其拜登政府把欧洲的合作重心放在法德等西欧大国上，对中东欧的重视度下降。立陶宛为了博得美国青睐，呼应美国政客帮助台湾开拓所谓国际空间，于是成为首个批准台当局以台湾为名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的欧洲国家。分析认为，立陶宛政府倒向美国，主要是出于反俄的历史渊源。立陶宛向美国交投名状，虽然在短期内引起美国注意，但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地区，试图稳定俄罗斯，以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立陶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台湾问题在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当中凸显以后，那么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其实也是给欧盟出了一道难题。大家知道，这个欧盟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也处在一个
内部有不同意见的这个立场上，德国、法国基本上支持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发展战略性的关系。那么东欧的一些国家，我们看到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几年在台湾问题上也逐渐的这个跳得越来越高，这个在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在拉拢立陶宛介入台湾事务的同时，在岛内也鼓吹推进美台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周五称，该机构在台负责人孙小雅拜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副领导人赖清德等。在这些会面中，孙小雅重申了对推进所谓美台伙伴关系的承诺。孙小雅7月13日抵台，接替厉英杰担任 AIT 新任处长。他在抵台后进行14天居家检疫及7天自主健康管理，于日前期满后与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员会面。孙小雅精通中文，与蔡英文可以说是老相识。2019年9月，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先后与台湾当局断交，蔡英文当局为研拟对策，于当年10月7号举办首届台美太平洋对话。当时美国政府便派出了孙小雅率团与会。拜登执政以后呢，我们看到美台关系基本上这个除了拜登政府会突出一点不支持台湾独立继续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以外，美国和台湾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这种脚步步伐没有停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着美台的这种勾连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它这种发展会有一定的界限。不管是这个双方如何的进行这个发展，我相信红线摆在那里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会是美国和台湾发展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和界限。